大家好，我是大伟，千叮咛万嘱咐，告诉你，冬天一定要去养阳。阳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小火苗。小火苗啊，它烧得越旺，你的身体啊就会感觉暖暖和和的，不怕冷。而且啊，它的循环、它的代谢，包括它的整个身体的能量啊，都会变得非常的足。我相信这样去说，可能很多人感觉比较抽象。我再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，做一个比喻。你看，冬天里面啊，分为两种人，一种人啊，他穿的很少，你问他冷不冷，他说不冷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他即便啊，他裹着厚厚的一层衣服啊，他依然感觉这个寒气啊一直在往体内去钻，身上特别的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两个人的小火苗燃烧的程度不同。那么不怕冷的呢，多为是年轻人，年轻人火旺嘛。那么怕冷的呢，多数是中老年人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我教你一套方法。这一套方法就是在咱们手上去做的一个操，你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，每天抽出5分钟到10分钟的时间练一练，就能够给我们的小火苗啊增柴添火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啊分享给大家。首先第一个动作叫做撞合谷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伸阳动作啊。我们把手你看像这样捏起来啊，你会发现啊，这里啊像一个小山峰一样有个凸起啊，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。然后呢，我们把两个手啊同时做好这个动作，把凸起的点你看啊对在一起，然后来撞击啊，像我这样，大家可以看到啊。我们做的时候怎么做呢？你看啊，身子斜过来啊，然后来撞啊，不同的角度给大家看一下，把手举起来。然后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什么呢？就是摆臂啊，手臂要摆动啊，你千万不能说是就是简简单单的就这样撞一撞啊，这样做的话就不好了。我们一定要把手臂摆起来啊，你能听到这个发闷的一种声音啊，就这样。力度啊，大概4分力到5分力，每天撞上一个啊50下到100下。好，做完了以后啊，你把手打开，你会发现啊手上发热啊，包括我们的额头、后背啊，逐渐会被一种热慢慢的蔓延，这种感觉舒服极了。这是今天教你的第一个动作，每天都要去做。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动作，手是身体的缩影。第二个动作就是在手上打开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线路啊，你看。把手这样张开来，手一定要尽量的张开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手啊是以这里，你看我手指的这个骨节，好，来从下摩擦到上啊，再从上摩擦下来，我们走上3遍啊。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啊，摩擦的时候就会发热啊，非常舒服啊，就这样摩擦啊，上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哎，再上来，再下来，好，摩擦3遍以后呢，我们就开始撞击。一样的啊，大家看，啊，听这个声音，啊，撞的是哪里？中间这一条线啊，中间这条线，手掌中间，你看，就这样去撞，啊，非常的简单，啊，也非常的舒服，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手掌当中啊，撞起来以后啊，有一种酸酸溜溜的感觉啊，非常的舒服。好，我们撞上一个30下以后 ，OK， 再把这个我的右手也做一下，一样的，你看姿势，从下啊慢一点摩擦到上。再摩擦下来，再摩擦上去，啊，再下来，啊，做3遍啊，摩擦上去啊，摩擦的时候不要用很大的劲啊，就这样。好，你做完这3遍以后，手掌当中啊，表面就会发热，然后呢，我们开始把中间这条线给撞开，你看，1、2、3、4啊，就这样。听这个声音，是不是很有节奏感？哎，我们去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，好。做完以后啊，这个手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酥的感觉，这种感觉非常的舒服。这2个动作啊，每天耗时大概在5到10分钟，你把它做起来啊。冬天这2个动作做好，你的小火苗啊就会变得很旺。好了，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手是我们身体的缩影，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之门。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人啊，平常不怎么爱运动的，我教你一个手上的养生动作。这个动作啊，对于比如说我们经常中焦不通的啊，浑身啊感觉手冰冰脚冰冰的，以及代谢循环不好的人们啊，你就把这个动作每天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。做完以后，你会发现从我们的中间往我们的4周啊开始扩散一种热。
这种热的感觉是由内而外非常的舒服的。那么这个动作非常的好，我可以说大家只要跟着我现在做完，都能感觉到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感觉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啊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。大家记得了，如果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。我们现在来讲动作。首先呢，咱们这个动作啊叫做一字击掌。咱们的手打开，在手掌中间啊找条线，你看这个手掌中间找一条线，然后呢把那个手握拳，用拳的这一面，我手指的这个位置啊，你看对着刚刚我们的中间这条线啊，走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样啊对上去，对上去，对上去以后呢，我们开始进行一个击打，你看1、2、3。注意了，我击打的时候，我这个左手啊一定要把它绷紧，千万不能说我一击打，哎，这个手就软了，就这样就不行，一定要把这个手啊始终绷紧张开，就这样。大家跟着我去做啊，它是有一种像扣击这种感觉啊，非常的舒服啊。很多朋友敲起来的时候，感觉里面啊酸酸胀胀的啊，很好啊，就这样啊，不同的角度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大家跟着我去做，我们做的时间也不用长，就做上一个啊40秒钟左右。好，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慢慢做的时候，他的后背就开始发热了，额头上面开始出汗啊。我们做的频率不用很快啊，就这样反复的进行击打。好，我们再做10下啊，不同的角度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力度不用很大啊，大概在3分力到4分力左右。好，做完了一只手以后，我们马上再换一只手，你看一样的啊，你看这个手握拳，用我的这里去击打我的手掌的一个中线，啊，这个叫做一字击掌。做完了以后啊，你的后背身上会非常的舒服，特别是你做完以后，你可以把你的后背活动一下，就感觉不一样。就这样啊，反复来回的击打，大家看。那么有些朋友啊，他如果感觉啊这个身体啊力气啊精力比较好的，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速度做快一点啊，最快就这样了啊，不要再快了，不要这样了啊，不要再快了，就这样的速度我们去做。好，最后我们做10秒钟啊，大家跟着我一起去做啊，从头做到尾，你就会发现啊不可思议。我现在已经感觉我的后背额头啊开始逐渐的往外出汗了啊。好 ，OK。做完了以后，我们双手放下来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手上有一些发热，还有一些朋友啊手上会微微的发一些麻麻的感觉啊，酥酥的感觉。好了，然后你活动一下你的后背，活动一下你的肩，看一下你的额头、后背，包括我们的这里，会不会感觉发热啊？如果有的话，证明这个动作啊对你是非常好的。那么这个动作我建议大家每天去做上一个200下到300下左右啊，每个手啊都要去做啊，左手做完做右手，因为咱们在视频的演示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能给大家一起做全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记住，同时把这个动作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腿脚不好、走路没有力气的人，应该怎么样去锻炼我们的双腿呢？虽然锻炼的方法有很多，但是依然抵不过我今天教你的这个专门锻炼腿的王牌动作。因为这个动作啊，不仅简单安全，而且还特别的有用，特别是对于一些年纪稍微偏大一些的人来说啊，它的友好程度啊更佳。这个动作不仅仅你练完以后会感觉我们的腿上面啊增加了力气，肌肉变得更加结实，而且呢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啊，我们这个通道啊，这个循环代谢能力啊被打开了，整个脚上面啊就热热乎乎的，非常舒服。好了，咱们话也不多说，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感觉有用的，评论区下方打上"有用"2个字。我们现在来讲方法，这个动作呢叫做剪刀夹腿式，我来给大家先演示一遍动作，然后再讲解。大家先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做的啊，你在心里面啊就有一个概念。就这样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，这个动作里面的细节还是比较多的，你必须按照这个细节全部做好了，才能把这个动作给落实下来，才能感觉到这个动作的妙处。首先，我们先讲第一点啊，这个动作啊，它是一个夹啊，先夹，我们腿并拢了以后，腿还要持续的向内夹。就是说，你看啊，这个我手的一个距离，我腿往内夹的时候，你能看到我手被挤压的状态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我把腿并在一起，虽然说你们看起来我没用力，其实我腿是一直夹着的啊，往内保持发力，夹住。然后呢，脚尖先打开，腿往前伸。注意，我们这个动作，无论是你怎么去夹啊，你这个脚后跟一直要贴在我们地面上，脚后跟千万不能离开，还包括我们的脚掌不能离地面。你看。
往前去推，此时呢，你看你的整个筋啊被拉开来了，然后我们开始要用大腿内侧去夹，夹的时候把这个脚啊压实地面，千万不要让脚尖离地。好，夹完了以后，腿并拢了以后，来回收，往回拉，拉的时候是用这里的力量啊。你看，我们坐板凳的时候啊，不要坐实了啊，往前坐，然后你看往回拉。啊，你看拉的时候，你也发现我这脚后跟是一直贴着地的啊，不可能说你一拉，哎，脚抬起来了，这样就不行了啊，这个是错误的演示啊。来，我们把这个动作完整的做一遍。来，先绷着劲往内夹，小腹内收，然后脚尖外旋，来走一，夹，慢慢的夹，夹到内部，感觉大腿内侧发力，好，往回收，来2，回，好，来3。回啊，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。你们现在如果说把手机放下来，跟着我去做，你就会感觉这个动作啊，它并不简单。而且呢，做起来的时候，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肌肉的发力。如果说我把动作啊再拆解的更详细一些，你们或许啊会理解更多这个动作的妙处。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啊，你看我们大腿的肌肉啊，你看这块肌肉负责我们的腿往前伸，这个肌肉呢负责我们的腿往后屈。对不对？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用了哪些肌肉呢？你看，这里啊，你看往前推，推是不是这里发力？你看，推、夹啊，这里发力，然后呢再拉啊。其实我们往外推的时候，大腿外侧也带了发力。所以说这个动作不仅仅它有着拉筋，还有着锻炼啊我们肌肉的一个强化作用。这个动作为什么好？因为全面的把我们整个腿部啊都活起来了。你做上一个5到10遍以后，这个脚底啊就会热乎乎的，感觉这个温度啊上来了以后特别舒服。而且呢，我们做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，有一个细节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？我们往前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由自主啊，我小腹就要往内收，因为你人只要小腹不收，哎，它这个动作做起来啊，它就得不上劲。你不信你试试看啊，就是你人塌下来去做啊。你无论怎么去做这个动作，它就得不上劲。你只有把这个小腹一收紧，哎，一绷起来啊，它就这个动作做起来以后啊，就非常的舒服。所以呢，我们做动作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小腹收进去，啊，再感受一下这个动作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动作的魅力实在是太强了。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，就分享到这里，也希望这个动作能够帮助到大家，让自己的腿脚啊更加有力量，走路变得更加的轻快。我是大为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。记住啊，没有关注的关注我微博，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人的根在腿，腿的根在胯。可以说腿脚好坏啊，全是取决于胯啊。胯是哪里呢？就是我的这里啊，这个位置啊就叫做髋关节，对吧？我们俗称啊胯。为什么说腿脚好坏全看胯呢？你看这个小玩偶啊就能给你答案。首先呢，你看啊。我们这个腿啊，它有一个摆动的幅度，看到没有啊？它有个摆动的幅度。那么很多人啊，特别是年龄稍微大些的人啊，你会发现啊，他的这个摆动幅度啊越来越小了，对不对？那么摆动幅度是哪里来的呢？全是靠我们髋关节里面有个大转子啊，它转动啊。你看，只要它转动的幅度越大，你走路哎迈的步子就越大，你运用的肌肉就越多，腿脚啊就越有力气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说你走路的时候，你这个胯打不开，那么你这个身上的肌肉啊，能用到的就越少，你会感觉腿脚啊发沉，走路走不动啊，这个就是因为你的胯没打开。好，知道了这个胯的重要性以后呢，咱们再来讲2个动作啊，这2个动作大家坚持去练，就能让你的胯打开。好了，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动作啊，双脚脚心啊，咱们把它并在一起，然后呢，手把它，你看这样，把我们的脚尖这样一握住啊，握住了以后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像这个小蝴蝶啊，扑腾翅膀一样啊，来回的把我们的这个腿啊往下。很多人啊，他筋比较紧，他做起来是这样的，这样一个幅度啊，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尽你最大的可能把我们的这个腿啊给它震动起来啊，在这样动的时候呢，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个胯部给加强、给强化，同时呢还能拉开我们内侧的一些不好的一些筋啊，我们就这样去做。做的时候身子呀可以往前微微的俯身一点，侧面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大家看得更清楚啊。你看，就这样很轻松，甚至往前啊，每天都可以做一做。而且这样做了以后呢，你还会发现啊，脚底会发热，是非常舒服的。就是这个温度啊，从这儿一直往下传啊，温度上升，非常的舒服啊。
这个整个腿上啊就暖暖和和的啊，就这样，每天你去做上一个100下到200下。做完以后呢，起来走走路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走路起来啊就轻松了不少，而且这个胯还特别灵活。好了，这个动作讲完了，咱们接下来讲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呢叫做正步画圆，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啊。双手叉腰，小腹收紧啊，你看来，脚尖点地，往后绕一圈，再回，再往后，再回啊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也可以借助墙，你看手扶着墙，这样去做的话是更加的安全。你看来，往后。往前，往后，往前啊，是不是像一个圆规啊？就是，哎，像个圆规一样在绕。但是呢，这个动作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啊，给大家讲一下，是哪里呢？就是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一定要记住啊，这个脚啊，就是画圆的这只脚，它一定是我们大拇指啊这个脚尖点地啊。大家看啊，你这里去点地就不行了，一定要是我们顶着尖尖。然后我把动作做慢一点，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。你看这个腿啊，你看往内一夹，夹到最里面。此时看我的脚啊，此时看我的脚是哪里点地？大家看一下啊，是哪里点地？是不是我的脚尖？我要如果这样，是不是错误的动作？是错误的啊！但是很多人会犯这个动作，一旦是这样做，它感觉马上就变了啊！一定要把脚立起来，脚尖点地啊！它其实你在画圆的时候，也是在帮你把这个筋啊给拉开来啊。来，脚尖点地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再绕，我每做的任何一个部位，大家看都是脚尖点地，都是脚尖点地。哪怕我是到后面，大家看，是不是也是脚尖点地啊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啊。这个细节你把它学会了，然后再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圆规，好，然后就把这个腿往内来，慢慢的画到你最大的幅度。好，再往回，再来。咱们刚开始练习这个动作的朋友们啊，一定要记得手扶着墙，小腹收紧。好，来看，1、2啊，就这样，3啊，每天你去做上一个左右腿各做一个20下到30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两个动作你把它结合在一起做，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你整个腿啊完全不一样，走路啊更加轻松，而且腿啊还更有力气，而这个胯呢啊明显摆动的幅度啊变得更大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没有关注我的，记得关注我一波。我是大伟，在别人那点或许是不传之秘，在我这里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伟。老年痴呆的人啊，我遇到过很多，也对这个问题啊做过深入的研究。这个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，我给大家简单的来讲一下啊。首先第一个啊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你的记忆能力啊，突然偶尔的会有一些啊忘事啊，就是记忆能力下降，有些东西啊突然一下子就忘记了。然后随着你的时间啊变长，你会发现啊，你的大脑当中的一个空白量啊是越来越多啊，忘记的事啊也是越来越多。不过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说你小时候发生的事啊，一般来说是不容易忘记的，就是容易忘记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。然后再到后面呢，就开始啊有一些记不得路了啊，记不得人了。逐渐的开始，你的讲话能力啊，开始有一些啊磕磕巴巴的讲话能力啊，别人都得靠猜，你自己想说呢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去组织语言。再到后面啊，你的就是小时候一些经历的问题啊，除了一些非常深刻的，都开始逐渐的忘记，到最后你就什么也记不得了啊。这个老年痴呆这个问题啊，其实非常难，难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它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法，唯一一个能够预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常啊去活动我们的思维啊，去做一做手上的一些思维操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2个手上面的思维操，这2个动作啊，我是感觉是非常好的，也非常简单，容易练习的。特别是你在平常的时候没事的时候，还能去把玩把玩。这2个操啊，分享给大家，大家感觉有用的啊，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，一次跟着我就能学会的，也可以在评论区打上已学会，让别人为你点赞。好了，我们话不多说，直接来教动作。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它是能够锻炼你大脑意志力和控制力的动作啊。这个动作可以勤加练习。你看，大拇指互相点上啊，然后呢，我们把手握在一起啊，再伸直，再握在一起，再伸直，再握在一起，再伸直啊。这个动作是不是看起来非常简单？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啊，你们一定要达到什么呢？大拇指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握在一起的时候，指尖千万不能露出这种缝隙。比如说做个错误的给大家看，你看，一做的时候手就散开来了，一做的时候手就分开来了啊。你们这样做就不行。这个动作练习的时候最好对着镜子去做，自己这样观察的更清楚一点。你看，1、
你想让手不出现缝隙，并且把它捏在一起啊，既锻炼了你的力量，又锻炼了你的大脑控制能力。好，慢慢的伸出来，2、3、4、5啊，做完以后这里会酸酸的啊，都正常的啊。做完了5遍，换手，你看，再来1、2、3啊，不能出现空隙啊，指尖不能留空隙。4、5，好，做完了以后再换手，再来啊，非常简单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刚刚那组啊就做的比较快了啊，简单大家做一下。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，手在折的时候不能这个有空隙，一定要用意念去控制好它。你们集中注意力啊，做的时候看着手去做，你就有这种感觉啊，就用意念去控制手，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讲完了第一个动作，来讲第二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？你看啊，我们首先啊把我们的手一定要张开来啊，把手张开来，然后呢用我们的食指啊点在一起，2个食指点在一起，然后把我们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点在一起，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。你看，这样的一个姿势，大家把它做好。你看，手张开来，食指点食指，大拇指点小拇指。好，做完了以后呢，以我们的小拇指为一个轴，你看手这样一转，转过来，好，大拇指碰小拇指，再一转，转过来，还是大拇指碰小拇指，再一转，转过来，又是变成了最初始的样子。大家看啊，这个动作我再做慢一些啊，你看，食指和食指相碰，大拇指和小拇指相碰，然后呢，以我们下面这个点啊，看转，哎，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，再转，又转到我们的大拇指碰小拇指，啊，再一转，回到我们初始的一个姿势啊，做快一点呢，就是这样看，1、2、3， 1、2、3。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 1、2、3啊，整体做起来啊，你会感觉特别的累，是什么累呢？一个是你的大脑要去控制，就是你有时候啊做的时候做不好，它思维就会乱了以后呢，你就不知道去点哪了，一绕就人就绕糊涂了，所以你的思维其实是在跟着你的手啊是一起转动的。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，他手啊要求的是完全的打开，就像这样全部张开来，张开来以后呢，它是练习的你的哪里呢？整个筋啊，我们手腕这一圈你会感觉发胀，都是正常的。所以这2个动作啊，它和我们其他做的动作不一样，其他动作做的动作它有的是灵活手指的，我们这2个动作啊是加入了我们的思维，就是一个专注模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的手上的一个力量的一个练习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手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缩影，所以在这个做的时候啊，它既能锻炼到我们的整个力量，又能够增加我们的思维能力。这2个动作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呢，这2个动作你可以在平常没事的时候啊，自己呢做一做啊，打发时间啊，就这样去做一做啊，非常的好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受益，同时把这个视频啊可以转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。我是大伟，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，谢谢大家。